调查组首先对桥梁残骸的混凝土和钢筋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无质量问题。下一个调查重点主要集中在主跨在预制厂的施工。主跨的混凝土是分段浇筑的，第一次是桥板和端横梁整体浇筑，第二次是中间的横架，第三次是顶棚，第四次是顶棚上部的铆固点。后浇的横架混凝土施工前，需要对先浇的桥板混凝土表面进行粗糙度处理，粗糙度要求为 6.5 毫米，这样可以让新旧混凝土之间结合得更为紧密，这个结合面就叫做施工缝。经调查发现，桥板在与12号横架相接触的混凝土表面粗糙度仅为 2.7 毫米，小于 6.5 毫米，这意味着桥板并没有进行粗糙处理。早在倒塌前18天，主跨桥梁在拆除施工模板后不久就出现了裂缝，裂缝主要集中在主跨南北两端的横架底部节点。当时设计方回应无结构问题。倒塌前5天，主跨由 SPMT 运输到现场，运输前施工方需要对2号和11号横架施加预应力，以抵抗主跨在运输过程中两端悬臂产生的弯矩，将主跨置于桥墩后再解除预应力。然而，当开始解除11号横架的预应力时，裂缝开始出现在桥板的施工缝处，以及在端横梁的顶部。倒塌前2天，设计方得知该情况后，要求立刻在端横梁和桥墩之间增加一个紧贴的塑料垫片，以复制主跨在预制厂的受力工况。同时，要求施工方重新给2号横架和11号横架施加预应力。倒塌当天上午，项目各方举行了一个会议，在会议上，设计方依然声称这些裂缝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。然而，正是开完会的当天中午，当施工方对11号横架施加预应力时，桥梁整体发生了倒塌。设计方是否有逃避责任之嫌？下期我们将从设计的角度来分析桥梁的受力是否存在问题。